這是最匪夷所思的棄台聲明。众所周知，美國在二戰後一直扶持蔣介石，給錢、給槍、給顧問，前後後援助了幾十億美元。然而，誰也沒想到，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會輸得一塌糊塗。美國為了穩住局勢，決定放棄台灣。1949年，蔣介石敗退台灣後，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。美國作為援助者，損失慘重，內部吵成一片。為了平息爭論，美國政府發表了一份美中關係白皮書，把戰後扶蔣反共的內幕全部抖了出來。本意是想甩鍋，說國民党自己不爭氣，結果反而成了中共揭露美國侵華本性的現成材料。毛主席親自撰寫了5篇評論文章，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叫《別了》，司徒雷登把美國的對華政策批得體無完膚。美國這才發現，繼續扶持一個爛泥扶不上牆的國民黨政權，不但撈不到好處，反而會把自己搞得裡外不是人。更關鍵的是，當時美國的戰略重心在歐洲，二戰剛結束，蘇聯勢力急劇擴張，整個歐洲都籠罩在鐵幕之下。美國要應對歐洲的壓力，實在顧不上蔣介石這邊的爛攤子。於是美國做出了一個務實的選擇，放棄台灣，避免被拖入中國內戰的泥潭。1950年1月5日，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發表聲明，美國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台灣現在的局勢，不打算採取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內爭的措施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放棄台灣。這份聲明一出，全世界都震驚了。要知道，現在國民党敗退到台灣，美國卻突然宣布不管了。更絕的是，7天之後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又補了一刀，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，也不包括南朝鮮。消息傳到台灣，蔣介石如墜冰窟。他剛剛從大陸敗退過來，60萬殘兵敗將，毫無鬥志，台灣防務千瘡百孔。如果沒有美國撐腰，面對解放軍的100萬雄師，台灣撐不了多久。但美國棄台只是權宜之計，一方面是接受現實，另一方面也是在試圖拉住中共，不要完全倒向蘇聯。既然台灣保不住，不如趁機向中共示好，說不定還能在中蘇之間打個楔子。然而美國沒想到的是，毛主席根本不吃這一套。此時的毛主席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面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。斯大林明確表示支持中共解放台灣，並同意將3億美元貸款的一半用於購買海軍裝備。有了蘇聯的支持，攻台準備工作全面提速，攻台的時機簡直完美到不能再完美。解放軍幾十萬精銳已經在福建沿海集結完畢，海軍空軍正在蘇聯幫助下加緊建設，攻台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完成。按照原定計劃，1950年夏天就要發起渡海作戰。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此做出了悲觀預測，台灣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全面攻擊，中共將於發動攻擊數周內順利佔領台灣。一切看起來都已成定局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台灣即將解放的時候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一場意想不到的戰爭打亂了所有布局，徹底改變歷史走向。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秘。